本节课呢，我们来接触一点关于骨骼绑定的基础知识。为什么说是接触呢？因为骨骼绑定是一个相当大的体系，20节课都未必够。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一些基础知识以后，你再去学一些关于骨骼绑定的插件的用法，会极高的降低你的学习难度和绑定的效率。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先来看看骨骼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我们先把这个立方体删掉，让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骨架。好，它长这个样子。我们切换到正视图，然后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哈。它分成3部分，这个是头，这个是身子，这个是尾巴。Blender 的骨骼系统呢，有很多的参数可以设置，比如说灯光有它的灯光属性，但是骨骼了，你看它这边有3个属性，比如说这个骨架的物理属性、骨骼属性，还有这个骨骼约束。看起来东西很多，但是如果你不做特别复杂的绑定动画的话，大部分东西你是用不上的。好，那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骨骼有几种模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模式呢，叫物体模式。骨骼的物体模式跟一个模型的物体模式是一样的哈，就是你可以移动、旋转、缩放这些骨骼，但是你没法编辑这些骨骼。而且在物体模式下，你新建的这个东西呢，不叫骨骼，叫骨架。什么意思呢？你看，你把骨架打开，它里面包含了2个子系统，一个叫骨架，一个叫姿态。骨架里面就可以显示你这个骨架系统里面有多少根骨头。那么姿态呢，主要用来记录你的动作信息。你在物体模式下，然后 Shift A 新建呢，其实新建的是一个骨架。它被盖住了哈，你把它拉出来，它俩重叠了。它其实是2套骨架。在 Blender 里面，就是你的游标在哪里，你 Shift A 新建它就会出现在哪里嘛。好，我们 Shift 右键把游标点在这里，这个时候你在 Shift A， 你会发现你新建的骨架会出现在这个游标的地方。好，我们 Shift C 把这个游标归到世界中心。这2个快捷键是咱们基础篇讲过的啊。好，把这2个骨架给删掉哈。Blender 骨骼除了物体模式呢，它还有另外2个模式。好，你要先点到这个骨骼，然后点击这里，你看到了另外2个模式，一个叫编辑模式，一个叫姿态模式。你可以按一下 Tab， 它会自动切换到编辑模式，或者说你按着 Tab， 然后别松哈，然后鼠标一拖，能拖出来一个饼盘来。你可以在这边去切换你的模式。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需要到你这个键位映射里面把这个 Pine Menu on Drag， 把这个给勾选上就好了。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编辑模式，在编辑模式下，它的头跟尾都是可以移动的哈。好，右键撤销。好，我们来点击这个尾巴哈，在尾端呢，你可以按着快捷键 E 挤出来一条新的骨骼。在挤出过程中，你按着 Z 呢，它可以限制在 Z 方向上，跟建模是一样的啊。比如挤出一个新骨骼的话，你还可以选中这个骨骼，然后右键细分，可以细分这个骨骼。好，你看这有3个骨骼了哈。好，我们把这个骨骼拉长一点。这3根挤出来的骨骼呢，都属于一个骨架。你可以把它点开看一下，你会发现，你从这个骨骼的尾端挤出来的这个新骨骼呢，它会成为你上一个骨骼的子集，它是这样一层一层嵌套的一个关系。就是你这个骨骼是从哪个骨骼的尾巴挤出来，然后你就会成为这个骨骼的子集。所以你看明白这2个模式的分工了吗？在物体模式，你只能新建骨架；然后在编辑模式呢，你可以编辑这个骨架，也就是跟这个骨架增加或减少骨骼。在这个编辑模式下呢，你可以搭建一个人的骨架、一个小狗的骨架或者一匹马的骨架。但是你在这2个模式下，你都不能摆姿势，摆姿势你需要进入姿态模式。好，我们 Tab 进入姿态模式。进入姿态模式之后呢，你就能立马感觉到这个父子集关系，比如它父集会带着它的子集去动，但是子集没法带着父集动哈。好，我们刚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3个模式的特征，然后我们回到编辑模式，搭建一个简单的人形骨架。我们刚才说了，你从尾巴挤出来的骨骼呢，会变成它的子集。那我们现在来试试从头部挤出来的骨骼会不会变成它的子集。好，我们来点击这个骨骼的这个头部哈，这个骨骼呢，我们当成它的躯干，我们挤出一条腿出来。好，E 挤出来，你注意看这里，你发现没有？你刚才挤出来这个003号骨骼呢，并没有成为它的子集，而是跟这个平级。所以从尾巴挤出来会变成子集，从头部挤出来呢会变成它的平级，但是它们都属于同一个骨架。好，这个父子集关系呢，会影响到你等会在姿态模式的动作，所以你要记住这个特征。好，我们在这边再快速挤出一条小腿，然后再挤出一个脚。你看到没有？你从这个尾巴挤出来的骨头呢，都会变成它的子集。好，我们按着 Shift 选中这3条骨骼，然后 Shift D 复制一份。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呢，我们挤出来一个肩膀的一个手臂的一个骨骼。你看，我们这时候 E 挤出来一个新的骨骼。好，这个新的骨骼编号009，它是001的拼接，然后往这个左边我们再挤出一个。你看，我从尾巴挤出来这3个骨头呢，都会成为它的子集，001、009、010，对吧？好，我们再挤出来手跟手臂啊。好，这样一个简单的人形骨架我们就做好了啊。你看，我们在编辑模式下去复制也好，去挤出也好，它都会属于同一个骨架。好，
好，我们 Tab 退出编辑模式，进入物体模式哈。物体模式你就没法去动了，你只能像这样移动，整个骨架一块移动，而且你没法去调整动作。你要调整动作的话，你可以进入姿态模式。好，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哈。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你看你在编辑模式下，你只能做编辑。你像这样旋转也好，或者说你去摆也好，你只是影响到这个骨架的原始骨骼的形状而已，你没法做姿态。做姿态的话，你需要进入姿态模式。好，我们 Tab 进入姿态模式，就是只有在姿态模式你才能给单个骨骼打关键帧，大家要记住哈。你在物体模式，你只能给整个骨架打关键帧，你不能给单个骨骼打关键帧。好，我们选择这个大腿骨和这个手臂骨，我们回到第一帧，然后我们 I， 我们给这个位置和旋转打一个关键帧，然后我们挪到第20帧，然后把它的这个大腿骨先这样旋转一下，哎，它脚翘起来 ，I 打一个关键帧。好，接下来我们到30帧，我把这个手臂哎像这样翘起来，哎 I 打一个关键帧。好，我们 Tab 退回到物体模式，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好，空格键播放，你看没有？你在这个姿态模式打的这个关键帧，物体模式这个骨骼就会发生这样变化。好，你这个骨架已经有了，骨骼这个动画已经做好了，我们怎么跟这个模型进行绑定呢？好，我们先 Shift A， 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我们简单给它搭建一个简单的模型哈。比如说我们用身子，就用这个立方体搭一个长方形。好，我这边加个速哈，我就随便用这些柱体啊，还有这些球体啊，给它做这种大腿啊、脚这些东西。这边用个立方体做一个脚。啊，然后在这边，把它复制到边当个脖子啊，然后这边拿个球体当它头。好，这边还缺一个圆柱体，我们用这个当它的腿。好，我们就搭半边吧，按着 Shift 啊，选中这边所有的模型，还有这个脖子，然后 Ctrl J， 好，它变成了一个模型了哈。虽然有点丑，但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模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骨架。我们现在骨架是有动画的。那现在呢，我们怎么把这个骨架跟这个模型绑定呢？大家记住了啊，重点来了，绑定要在物体模式下绑定，在姿态模式和编辑模式都不能绑定。然后第二个，绑定是用你这个模型把它作为你的这个骨架的子集。好，现在骨架看不到哈，你可以到这个小绿人这边，然后这个是它的物体属性，导致这个视图显示，把这个在前面勾选上，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骨骼了。在 Blender 里面，你除了用这个八角锥显示，你还可以用这个棍形，用这个柔性骨骼，还有用这个封套，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哈，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功能是一样的，只是显示的会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显得这个骨骼碍眼了，你就用这个棍形，或者用这根线框细线就可以。我们还是用八角锥啊。接下来我们进行绑定，刚才我们说了2个重要的点哈，绑定2个重要点。第一个，你需要在物体模式；第二个呢，你要把这个骨架作为你这个模型的副级。好，我们之前讲过怎么作为副级哈，就是你 Shift 先选中你的模型，再选中你的骨架，然后 Ctrl P， 在弹出的菜单里面选择骨架形变下面的附带自动权重，这个不能选反哈，你看到没有？现在你这个模型就成为了你这个骨架的一个子集了，对吧？好，你这个时候播放看一下，这个模型就跟着动了啊。就这么简单，就是2点，一个是你要在物体模式下绑定，一个就是你要把你这个模型作为你这个骨架的子集，所以 Shift 先选模型，然后再选骨架，然后 Ctrl P 附带自动权重，这样就绑定好了。好，我们可以 Tab 进入姿态模式，进入姿态模式之后呢，你选择这个骨架哈 ，Tab 进入姿态模式，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在姿态模式下，你可以像这样，哎，摇头晃脑，可以摆动作了，对吧？各种动作可以摆。大家可以自己像这样搭用一个小模型啊，就未必用我这么粗糙的模型，自己搭个模型，自己像这样绑定一下玩看。好，刚才我们绑定的时候，我们选的是附带自动权重，那这个权重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把这个小人挪到旁边，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骨架，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权重。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选择这个点 G、Z 往上移，让我们选择这个身子，右键细分，你可以在这边增加细分哈，我们把它增加到4吧，这边有5个骨骼了嘛。好，我们的 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好，缩小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选择最上面这一排点哈，你 Alt Z 进入透视模式，把这个全部选中，然后往上移，把这个骨架给盖住。好，我们 Ctrl R 在这边切几刀啊，滑轮滚轮切几刀啊，就是你要弯曲，你必须有足够的点去支撑，否则的话你根本弯不了。好，我们 Alt Z 退出透视模式。好，看不到了哈，我们可以到这个小绿人这个骨架的物理属性里面，把这个在前面打开，就可能看到这个骨骼了。好，接下来我来移动一下这个立方体的位置，好，把它正好盖住咱们这个骨骼，
绑定分两步，两个重点哈，一个是你要在物体模式，第二个呢，你要把你的这个模型作为这个骨架自己，所以你先选模型，再选骨架，然后 Ctrl P 附带自动权重。好，绑定好之后呢，你直接在物体模式下和编辑模式下你没法动的哈，你需要到这个姿态模式，这个时候你动骨骼，你发现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小立方体呢，你就跟着这个骨骼走了。好，如果你想恢复原始姿态的话，你在这个姿态模式哈 ，A 选中所有的骨骼，然后到这个姿态清空变换选全部，那它就恢复到你原来的这个姿态了。这个恢复的是你在编辑模式的时候确定的那个姿态。好，我们到这个物体模式，我们选择这个骨架 ，Tab 进入姿态模式 ，A 全选所有骨骼，姿态清空变换全部，你看它也恢复到它原来的模式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权重是什么东西。你先选中这个模型，在物体模式下哈，然后到这个物体模式切换到权重模式，你就能看到这个了。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权重模式，说明你点到了骨骼上，你没有点到这个模型上面。好，你现在看到了一个是蓝色到红色的一个渐变，深蓝表示零权重，然后红色呢表示满权重。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选择001号骨骼，001号骨骼就是最上面这根骨头哈，所以你一下子就能看到它控制的范围有哪些。橙色和黄色是最强的，然后绿色跟蓝色呢，淡蓝呢是权重少一点，但是它也能影响一点点。你看这根骨头呢，它就只能控制最下面的部分，然后往上稍微走一点点到第二根骨头。你可以自己点一下其他的骨头，你可以看看每个骨头的权重是多少。像这种蓝绿色说明它的权重比较轻，但是它也能影响一部分的范围。通过这种渐变的权重呢，让你这个模型在弯曲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硬，会比较自然。这个权重是刚才咱们选择自动附加权重的时候它自动算出来了哈，这种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很多时候当你的模型变复杂的时候，这个权重自动分配的呢就不是那么理想，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刷权重。相信我，你是不会喜欢刷权重这个事情的。我自己在 Blender 里面绑定的话，我会使用像 Rigify 啊，或者说 Auto Rig 这种插件去实现绑定，它会极大的降低我刷权重的几率。这个以后进阶的课程咱们再讲吧。这堂课呢，只是让你知道一些权重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操作就够了。好，基础的部分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给这个狐狸的尾巴做绑定，复习一下绑定的顺序，顺便学一个新的方案。以后你做这种绳子啊、触角呀、尾巴呀这种柔性的物体的模型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选择一下用这个方法来实现。好，我们找到那只狐狸尾巴。好，这里我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啊，很多新手会在这边遭受挫折。好，你看这个尾巴，它是属于这个狐狸的，对不对？我们当时把这个尾巴绑定了给这个正方体的这个空物体作为它的子集，大家可以打开这边看一下。好，你看这个就是它尾巴，我给大家改个名字啊，不然不认识了 ，tail。那这个经验就是，当你给一个物体添加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原点和它的负极在哪里。如果它没有负极，它是单独的一个物体，那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它有一个负极的话，你搞不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先把它负极解除，打完动画再拉上去。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不理解我在讲什么，没关系，你先记下来。以后你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你 debug 的时候想想，哦，这个好像我之前听说有个人说好像跟负极有关，我把这个负极解除了，我来试试看看行不行。好，那个时候估计你就能理解了。好，我们选中这个尾巴 Alt 加 P 清空负极。好，你看这个尾巴就一下子就跑到咱们那个游标里面去了，而且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 Fox 这个负极下面了。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好，我们选中这个尾巴，点一下键盘的斜杠独显，那个斜杠是进入独显模式的快捷键哈，再按一下就可以退出。好，我们按一下7切换到顶视图，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窗口合并哈。好，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模型哈，它现在它的原点在这个位置，它明显是不对的哈。一般我们要做这种绑定的时候，还有这种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原点位置，因为你的旋转呀，还有很多环绕呀，很多时候都是绕着原点走的。所以这个尾巴的原点呢，我们最好是放在这个尾巴起始的地方，就是这个尖尖的地方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个尾巴尖挪到这个游标的地方啊。好，7切换到顶视图检查一下。好，这样有没有问题之后呢，右键设置原点，原点至游标，你看这个小黄点就跑到这个游标这个地方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对吧？这个就是利用游标快速设置原点的位置。好，原点也弄干净之后呢，你最好在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再做绑定哈，确保你这个模型是没有经过缩放的。好，我们选中这个 Fox 这个文件夹，然后 Shift A 新建一个骨架。就是你只有选择这个文件夹的时候，你新建会自动建在你这个文件夹下面哈。我们给改个名字 Foxtail。好，你这个骨架现在是透明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那个透视模式，你把这个透视模式关掉。好，我们切换到3测试图，然后按着 R， 按着 Ctrl， 这样它可以有吸附的去旋转，我们把它旋转个90度。好，这个现在被这个模型挡住了哈，我们到这个骨骼属性，到这个小绿人这边，到这个视图显示，把这个在前面勾选上，那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骨骼了。
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下怎么做柔性骨骼哈。我们先把这个骨骼变成柔性骨骼。好，我们 Tab 切换到编辑模式。其实你不变这个柔性骨骼的显示也没有关系哈，只是柔性骨骼会更加方便你做柔性的物体显示而已。你用八角锥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切换到柔性骨骼。我选中这个尾巴这个圆球，把这个往负 Y 方面推，让它缩短一点。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不要用 S 哈，用 Ctrl Alt S， 这样的话它在这个Y 方向它不会被缩放，它就变宽了。好，接下来我们选中这个小圆球，然后 E 挤出来一条长长的骨骼。你按住 Y 哈，它可以沿着 Y 方向挤出。我们把这个尾巴全部盖住，然后我们 E 再往外挤出来一条短的骨骼。好，我们选中中间这个骨骼 ，Ctrl Alt S 把它变细一点。这个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东西，我之前没有讲过，你跟着做就行了哈，不需要你去理解。好，我们选择中间这个骨骼，到这个小骨头的这个骨骼属性里面，把这个柔性骨骼稍微加大一点，把它加到30吧。柔性骨骼之所以可以柔性起来，是因为它的分段比较多。你当然用这个8段锥显示也是可以的，但是它不会给你显示出来这么多分段。好，你看这个时候你移动这个骨骼，你看它就有那个尾巴的感觉了，但是它还不够哈。我们在编辑模式，我们现在 Tab 进入姿态模式。好，你看进入姿态模式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咱们这个骨架哈 ，Foxtail 这个骨架，然后你看一下，之前我们那些骨骼都是在这个骨架的文件夹里面。你看进入姿态模式之后呢，这些骨头都跑到这个姿态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就说明姿态和编辑模式是2种不同的模式。好，我们选择这个起始点，我们 F2 给它改个名字 Base， 然后再选中中间这个骨头 F2， 然后给它选择一个叫 Body， 然后最后这个尾巴这边呢，我们就给它 F2 改个名字叫Top 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你当前这个 top 这个骨骼哈，你是没法移动的，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按下 G， 它只能是旋转，它没法移动。没法移动，你等会儿怎么打关键帧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骨骼独立出来。好，我们切换到编辑模式，在 Blender 里面，你需要把这个骨骼独立出来才能做控制器。你看在编辑模式下，我移动这个骨骼，它是连在上面的哈。我需要 Alt P 清空负极。好，你先跟着做哈，我知道你脑子里面有很多问号，为什么要清空负极，对吧？因为我要用这个 top 的骨骼来作为控制器，控制器是不能有负极的，它必须是一个单独的骨骼。好，我们选中这个骨骼 ，Tab 进入编辑模式，按着 Shift 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再选择这个 Body 这个骨骼，然后再 Ctrl Shift C， 我们给它加一个约束，拉伸到，你看这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你可以点击这个骨骼约束，你看它在这边添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拉伸到的修改器。你看这个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就可以动了，刚才是没法动的哈，你就没法动，你根本没法做关键帧嘛。为了让等会儿旋转更加的精确呢，我们还需要做另外一个东西，我们选中中间这根骨骼，就是 body 这个骨骼，然后你到这个小骨头这个骨骼属性里面去，找到柔性骨骼，然后在这边起始控制柄呢选择绝对，然后这边选择 base， 然后这个结束呢选择绝对，这边选择 top。好，这个时候呢，你看旋转这个 base 呢，它会跟着走，然后旋转这个 top 呢，那它也会影响哈。好，有同学说好像没什么区别嘛，你记着哈，你现在你看你旋转 top， 那它是这样弯的，那我们现在选择咱们中间这根骨头，然后把这个给关掉，把这个起始跟末尾的关掉，然后你就是旋转看一下，它就不跟着弯，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控制柄给加上哈。好，你看加上之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控制柄去带动你这个尾巴去弯曲了。好，这个骨骼的这个骨架的这个设置呢，咱们有设置完成了。好，这一块内容大家跟着做就行了，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需要理解的地方，只是说你熟悉跟不熟悉，你把这个流程记住了后，以后你做这种柔性物体的话，你就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退到咱们的物体模式，开始进行绑定。绑定要在物体模式下哈，因为绑定它会自动给你加权重嘛，所以有的骨头呢，你不想让它参与形变的话，你需要把它取消掉。好，我们回到咱们这个姿态模式，我们选择咱们这个 top 的这个控制杆的这个骨头，然后这边这个形变的可选项呢，把它给取消掉。至于中间这个 body 呢，这个保留，还有这个 base 呢，我们还保留。因为咱们这个 top 的这根骨骼呢，它是一个控制器，我不想让它参与形变，所以我要把这个形变给勾选去掉。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绑定了。我们先 Shift 选中你这个狐狸的模型，再选中你这根骨架，然后 Ctrl P 附带自动权重。那好，这个就绑定好了。我们进入姿态模式。好，我们 Tab 进入姿态模式哈，然后你选中这个控制器，旋转它的尾巴都会很自然的跟着动起来。好，我们 Tab 进入物体模式，你看在物体模式下，它会跟着你一个姿态发生一个形变。好，我们回到姿态模式，我们把这个姿态清空。A 选中所有骨骼，到这个姿态清空变换全部。好，我们 Tab 退出姿态模式。我们现在是在编辑模式下面啊，我们按一下 Tab 进入物体模式。好，这根尾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按一下那个小斜杠退出这个独显模式。
好，我们把这个尾巴安回到咱们这个小狐狸的屁股上面去。这个骨头实在是太粗了哈，太碍眼了。我们到这个骨骼属性里面，你把这个柔性骨骼变成棍型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细多，对不对？我们回到姿态模式，你看它的功能不受影响哈，只是说它显示的会更加细一点。好，我们回到物体模式，我们把这个尾巴的位置再调一下，把它往下挪一点。好，调好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骨架，在物体模式下选择这个骨架，按着 Shift 选择这个立方体，然后 Ctrl P 收为负极。好，收为负极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提这个立方体的话，就可以带着这个尾巴一起走了。就刚才我们是为了做动画才把它解除负极的啊。好，我们回到姿态模式，我们开始给这个尾巴做动画。好，我们先摆出一个初始的一个尾巴的一个姿态哈。我只用这个 top 和这个 base 这两根骨头做一个动作哈。我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好，这个尾巴有点小，我们回到物体模式 S， 把这个尾巴稍微放大一点。好，这样差不多之后，我们回到咱们这个姿态模式，然后开始做动作。好，稍微调整一下这两根骨头的这个位置，让它这个尾巴稍微看起来自然一点。好，我们回到第一帧哈，我们选中这两根骨头，然后快捷键 I 插入关键帧位置和旋转。好，这个时候 base 跟 top 都打上了关键帧。好，接下来我们移到大概20秒、19秒的样子。好，这个时候我们切换到点视图，然后我们给它改一个动作吧，然后往这边再来一点，然后 I 插入关键帧位置和旋转。好，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大概37秒啊，不用那么精确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给它换一个动作，把它往这边右边来一点，然后两根骨头都要调一下哈。好，这个位置你看决定差不多了之后呢 ，I 插入关键帧位置和旋转。好，我们再往前走一点，52秒，然后呢，把它再往这边右边来一点哈。你就用这两根骨头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动。然后等会儿我们打关键帧的时候，一定要按着 Shift 同时选中这两根骨头，然后再按着 I， 然后插入关键帧。好，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看它动作。好，应该差不多。我们要做一个循环动画，所以我们选中这个第0帧，然后呢，选择第0帧，然后 Shift D 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到大概70左右样子，然后让它有一个这样循环。为什么要做个循环动画呢？因为后面的我不想自己这样一个个自己打了嘛，所以我们要到这个曲线编辑区给它加一个修改器。好，我们按照 Shift 选中这边 XYZ 位置和旋转这边所有参数啊，然后到这边修改器添加一个循环。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按下 N 就出来了啊。好，你看我们加了这个循环这个修改器之后呢，它会重复之前咱们自己做好的那个循环，然后一直像这样运动下去。你看这个修改器旁边这边设置就是重复运动，它会重复你之前已经设好了这几帧的这个运动。好，这个 base 这个骨头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按照 Shift 选中这边所有的这个参数，然后到这边修改器添加一个循环。好，添加之后你可以播放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尾巴就开始像这样循环的这样运动了，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太自然。如果你要调整这个动作的话，我们要到这个时间线里面，我们去调整这个原始这5个点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我觉得这个19帧这边我可以让它往右边来一点，这样可能会更加自然一点。然后把它调整之后呢，我可以按着 Tab 然后插入这个关键帧，就可以覆盖之前那个关键帧的位置了。但是你一定要点到咱们这个关键帧上哈，你不要重新开个新的关键帧。如果找不准的话，你可以按这个按钮啊，这个它会自动就到你那个关键帧上去。我们回到第19帧哈，我再给它调一下，这个位置也是不太对，我把它往中间来一点。然后差不多之后呢，你可以按照 I， 然后把这个位置给记录下来。对，这个看你自己感觉哈。比如说，我觉得这个50到这个70之间，这个动作有点不太自然，我需要在中间再加一个关键帧。好，我选中这一排关键帧 ，Shift D 复制一个，然后往旁边挪一点。然后我们回到这一帧58帧左右的样子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尾巴的动作，让它更加自然一点。你在中间插入关键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只要你的第一帧跟你的最后一帧是同一个动作就可以，这样的话你循环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卡顿。好，这俩位置确定好之后呢，你按然后插入关键帧。好，你可以这时候你播放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循环的动作都是怎么样？好像这个地方它太那个了哈，太快了，我把这个往这边挪一点。好，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差不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摆动就可以了。好，那这只狐狸的尾巴动作呢，我们就完全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复制了。好，我们在这边拉出一个新的窗口，我们作为预览。好，我们点一下小键盘的0，然后切换到摄像机预览模式。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狐狸的复制。我们选择这个空物体，然后右键选择层级，这样它可以把这个子集全部选中，然后 Shift D 让我们复制第2只小狐狸。好，我们可以旋转一下，把这个小狐狸摆到这个火的这个右边。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妨看一下，你看，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尾巴摆动的幅度跟节奏是一样，有点假。我们在这个物体模式，一定要在物体模式下哈，我们把这个第二只狐狸的尾巴稍微往这边转一下，它不影响你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在你这个镜头前面看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好，接下来我们 Tab 进入姿态模式，我们选中这两根骨头 ，Shift 选中这两个骨头，我们把它的这个节奏呢稍微往旁边挪一点点，好，全选挪一点点。这样的话，你看，虽然他们俩用的是一套动作，但是他们俩现在摆动的这个节奏就不太一样了，就有前有后了。好，我们 Tab 回到咱们的物体模式，我们来稍微调一下这第二只小狐狸的这个尾巴的位置哈，在物体模式下，我把它往下拉一点哈，因为刚才打到头了。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哈，到这个渲染预览模式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了。好，那今天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这堂课主要是讲了一个狐狸尾巴的绑定，那么下节课开始呢，我们要让它的头跟着这个蝴蝶动起来。我们下堂课再见。Cat tips.